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大家好，我是雷鸣。在爱情当中呢，吵归吵，闹归闹，可以翻脸，先想想孩子。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陆琪。爱情啊是生活的科学，所以要关注爱情，请先研究科学。大家好，我是莎娜。爱情呢没有天生般配，而是一个人要懂得迁就包容，一个人懂得适可而止。大家好，我是演员白庆玲。在我眼里，爱情就是义无反顾的忠诚和天长地久的决心。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恋爱是心动，婚姻靠心安。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要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欢迎他们登场。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腾20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娇娇22岁，来自黑龙江，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接受不了对方什么？他变了，他现在对我贼冷漠，他没有以前那么爱我宠我了，我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接受不了地方多了，一再试探我的底线。你们的感情能长久吗？以前觉得能啊，现在我不太确定了。感情稳定不是双向奔赴的吗？我现在感受不到他的爱了呀。现在我觉醒了，也看透了，只要他感同身受，我还是有信心的。这个女生控诉男生变了，你俩谈恋爱多长时间就变了呀？我们两个谈了大概1年吧，就是我们两个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嘛，我由于学业上的压力，可能会有点失眠。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刚在一块儿，他就想各种办法哄我开心。晚上我失眠的时候，他就陪我一直打电话、打游戏，陪我看剧。有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感人的情节，他说宝宝，我们两个要一直在一起，我不想离开你。有的时候我们白天出去，我就突然想吃糖葫芦了，随口一提，然后晚上我们去玩，他就给我耳边说我去个卫生间，然后去了很久，结果他就给我买糖葫芦了。我就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吧，这种小事儿就特别能让人感动。后来我就觉得他治愈我了，我就想跟他好好在一块儿嘛。他没见过我家里人，我想让他提前见一下我姐姐。有一次我去拍摄，因为我平时会做一些平面模特，然后我去拍摄嘛，他送我去，我说晚上我要是结束了，你要没有事儿的话，咱们跟我姐姐吃个饭呗。没理我。晚上我结束的也早，然后我就出去看他没在外边，以前他都在外边一直等着我。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他跟朋友吃饭呢。我说我都跟我姐姐说完了，你就回来吧，咱们跟我姐姐去吃个饭吧。他就说我喝酒了开不了车。我就觉得你要是不想跟我姐姐吃饭，你提前跟我说呀，我也就不跟我姐姐约了吧。觉得你一点都不尊重我。首先我这哥们儿是从外地回来的，我们以前关系特别好，就在我们那儿待2天，不去吃饭去，我觉得这事儿挺打人脸的，挺掉人面子的。你再一个，他平常拍摄一拍3、4个小时，那谁能想到就那天就不到1个小时就拍完了。那我就说我打个时间差，我去吃一口，我回来我接你，然后咱一块儿去跟你姐姐吃饭去呗。是，确实喝酒了，那我也不能到那儿，人家就说喝点啊，我说不喝了，我等着接我对象呢。我觉得挺无理的。那你最后去陪他和他没去，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宝宝对不起，别生气了，我错了。我有没喝酒的哥们儿，我让他开车去接你去呗，或者你打个车来，我给你打，不来，说你别来接我，你永远都别来了。我觉得他这样有点不尊重我家里人了。我觉得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你有事儿吧。他说也没说。不是，那就赶到那天了。他姐就那天有事，他姐平常贼忙贼神秘一个人。你在女生心里觉得这事儿挺大的，因为觉得毕竟是见家里人，但男生可能就觉得这赶一起了，打个时间差，没说不去，但你就觉得他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事儿就你错了，错了就认错，完了。但是你看男生就是有一肚子委屈的感觉，就好多的委屈，你说说吧。我说说啊，那我可说了。我的天哪，你说。就平常说跟我们在一块没有安全感，我说你没有安全感，我更没有安全感。他身边就异性朋友乌泱一大堆，而这异性朋友里面就有一个男闺蜜。我说他不太行，你离他远点儿。我就吃醋啊，我这人我就小心眼子，没毛病，我争风吃醋。我说离他远点，不离他远点。有一天出事了吧，跟他表白了，
就认识7、8年朋友跟表白了，说我喜欢你，咱俩能在一起吗？咱俩能在一起，然后你跟你现在的男朋友你俩分开吗？不是，很无语的一个事儿吧。然后最让人生气的是跑过来问我来了，说我该咋办啊？我是拒绝他呀，还是哎呀我咋整啊？拒绝他吗？拒绝咋样？是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有啥争议了，你就直接拒绝了，完事儿了。不是，稍等，姑娘，你是这么说的吗？我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个她不是我男闺蜜，她就是我们大家有很多人在一块玩，她就觉得那人是我男闺蜜，觉得我俩走得近了。她跟我表白，我真没想到，因为就平时真是看不出来她喜欢我就那种。然后她跟我表白了，我没法跟她说什么。你说我跟她说什么呀？没什么跟她说的，我俩工作上也有点交集嘛。然后我啥没啥说的呀？你听我讲啊，我让她跟她说，我说你跟她说，你就说你说那个啊，你别打扰我对象了。不是，稍等，为什么你不能说呢？对呀，他不好意思，抹不开脸。不是，因为我想让他说，就是我觉得他说会更明确的拒绝他，就是他以后别骚扰我了。对，你自己才最明确啊。对呀，我们两个是工作上也有联系，所以就是说我不能跟他闹得太僵。你男朋友出面关系不更僵吗？那还有缓吗？一点缓都没有。我出面，我咋出面啊？我跟他这个呀。就现在我跟那个男生除了没有必要的联系，就比如说工作。就基本上没说过话，那总之最后拒绝了吧？拒绝了呀。我就觉着我跟他在一块儿，我特委屈，我像个立功一样。我俩以前住的那个房子是没有电梯的，6楼就得爬楼，倍儿累，然后采光也不好。然后我说住的不舒服，咱换一个呗。我出去租了个房子，然后那房子我一个人，我搬了3天，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过来了，我就是为了能让他尽快的住进这个家里。当天晚上，前户主咱也不知道他咋的了，就贼埋汰一个人，他那下水道反味儿，往上反小虫子，贼臭那个味儿。当天晚上8点多了，那物业啥的都下班了，我说就这点了，没人来给咱俩修了，咱挺一宿行不行？不干，生气了，要走，要住酒店去。他搬家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需不需要我帮你？我帮你一起吧，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忙不过来？他说不用，他说你别来了，你来你给我添麻烦，给我报道嘛。然后就是那个家吧，是他跟我说那个楼层太高了，我不想让你爬楼啊。在他心里，就是他表面上我都为了你好，然后他在心里边就都怨你啊，我怎么做都不对。我就是烦了。你还烦啥？平常有一些兼职，然后我还上学，我2头跑，我白天忙一天，晚上回家我贼累，我进屋。家门口还有屋里全那么大一坨，全都是快递箱子。我说我这新家我就想咱就说整洁点，再一个我就把那边东西都搬了，啥也不缺这个。然后他就说哎，我想把新家布置的好一点，然后买了一堆东西，什么地毯，那个氛围灯，就甚至那个马桶，你们冲马桶上那个钮知道吗？那个钮上面给你按俩派大星往下冲，就根本它就不好使那东西。他理想当中要把家布置成的那个样子，你不太接受。对，我觉得没啥必要，太乱了。再说你收拾完了，你在家也没事，你就把那垃圾，你说有电梯了，你就自己溜溜达，你往下搬一搬，扔一扔吧。不是，他那一大堆箱子花的是谁的钱？那都是他自己买的。我就是想把家里边布置的温馨一点嘛，然后他就觉得我给他添麻烦了，甚至什么呢？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他把他照片然后编辑文字放在我朋友圈背景上，我都接受了。你编什么文字？我截图带来了。哦，来，我们看一下这截图。别让我看朋友圈。那没有办法，她跟她男闺蜜不断，我帮她断呗。她朋友圈特招人，她没事往朋友圈发她那些好看的照片，那些美照，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说的我生气，她给我屏蔽了。所以你就觉得她发这些照片不行是吗？对，确实漂亮，我也喜欢。但是我自私，我就想让就自己看。还有啥觉得生气的事儿？接着说。还有就她这工作的问题，她大学是学会计的，今年刚毕业。就想着你好好学一学，考公务员，我觉得这样你能对我俩未来负责一点。然后他不干，他就觉得这种工作朝九晚五的对他来说不太合适，束缚住他了。我找了一个那种屏模的工作去拍摄，1个星期他也上不了几次班，能上2、3天，然后还跟那些男同事互动。拍照那不就得互动吗？要拍情侣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对对对。这你介意是吧？对，我挺介意的，说实话，但我从来没跟他说过，我脸小，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再一个，你挣不了多少钱，他现在也家里给的钱比较多的，我就想让他找一个稳定一点的，你哪怕你是挣的少啊，你稳稳当当的不也行吗？然后有一次我妈找我俩一块吃饭，来之前我跟她说，我说你就说你是
大学学会计的，毕业之后准备考公务员，就往咱们好的那个方向说呗。他完全没按照我的说，到饭桌上他咋说的？叮咣咣的实在的全说出来了，说我就是干模特。他实话实说挺好的呀。对啊，我也不能跟你一起骗你妈吧？我觉得我想好好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想最真实的样子，真实一点，真诚一点嘛。你妈妈听完啥反应？我妈妈听完就觉得挺不靠谱的呗。以后说想开个店儿，问看开啥店啊？说不出来，是花店啊、宠物店啊、什么店啊、那店、吃饭店啊，说不出来。我妈就觉得就对我俩未来挺不负责的，对未来没有规划。所以这个事儿也让你不高兴了？我没有因为这个事儿不高兴，我只是因为他跟他男搭档我不高兴。他干的这份工作是因为需要跟男搭档去接触，所以你想让他换份工作，对不对？对，我想让他稳定一点。那他考上公务员，办公室里面如果有男生呢？那没关系。不是工作不行，是这个工作里面有这个男搭档的技术，就是小心眼儿嘛。其实白老师跟很多跟男演员之间的，所以我们就不好找对象嘛。接着说，还有啥不满的？他太幼稚了，有时候做事像小孩儿。我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家我说我想躺会儿，我想睡会儿觉，他就不知道从哪儿淘那个游戏机出来，就说要陪我玩游戏。我说行，玩呗，你玩的好也不行，玩的不好也不行，你不玩也不行。他之前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吧，一直说想要个游戏机，我就看他现在工作嘛。他也挺累的，我就想买个游戏机，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玩，他下班了能轻松一点。但是我打游戏确实是不太好，我不太会。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就跟我激闹，然后我就觉得这本来是一件很轻松很开心的事儿，然后你把它演变成这种，我就非得咱们两个吵架，你就非得看不上我，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你不玩也不行，不玩我游戏机给你买的，你还不玩？你一回家，你白天我都见不着你。这男生现在好烦他女朋友，怎么回事？你觉得他还有哪儿幼稚？他老说我敷衍的，就是给我分享视频啊。有一次我开车，他就副驾刷手机，看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给我瞅了一眼，生气了，说你咋不看呢？你这视频你看了可有意思了，我给你分享这么好笑的视频你都不看。我说大姐我开车呢，我这多危险呢。我知道他这样危险，但是我在家，我就平时我给他看视频，他也不看。我给他分享那么长，然后呢，他给我分享回来我给他分享过的视频了。你已经发给过他了，然后他可能再刷到了之后又发给你了，对吗？对，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啊。他朋友给他分享视频，他全都看。不是，我就是觉着我跟我朋友吧，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男孩喜欢车，喜欢健身，我喜欢这种视频，我对这种视频感冒啊，我不就为了消遣娱乐一下吗？那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咱们两个没有共同爱好就不能培养吗？又开始，我就觉得这挺不讲理的，就给我分享那些什么狗、宠物、衣服、美食，我就对这些不太感兴趣。按照你说，我给他分享的，他原封不动又给我分享回来了，也就是说，他给你分享的应该也是狗啊、小宠物啊、吃的东西啊，对吗？对，是吃的美食啊，或者是情侣什么的。最起码我算知道我女朋友喜欢什么，我给她分享的不至于是迪迦奥特曼。我觉得我们两个才在一起1年，他就这样了，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以后还有那么长的人生。哎，你给他分享的是因为你觉得好看，还是觉得他会喜欢看？我希望能跟他有共鸣。哦，对。但事实上你是知道这件事不可能跟他有共鸣。也不是，我没想到他就是这么烦呢。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他会不会有共鸣。我觉得他会有吧，就是他没有，就是都不懂彼此吧。哎，我跟你说，你男朋友是真想跟你有共鸣。对，他给你分享那个是你给他发过的，起码他把你的脉把得很准。我给他分享那，起码我知道这是他爱看的，他起码还想跟你有共鸣。你想跟他有共鸣，我没太看出来。我要不是不想跟他有共鸣，我给他买游戏机，我陪他打游戏干嘛呢？就是刚才我问这个话的意思是，他发给你的，他知道至少你看了会笑，但你发给他的实质上他是不喜欢看的，你也知道他不喜欢看，但你还是发了。那游戏机那个绝对他毛病，反正就这点事儿是吧？这男生这气没啥大事，都是小事儿。这男生这算是出了口气了吗？就想说的都说了吧？想说都说了。你回去日子可不好过呢。没啥不满的了哈。没啥不满的。那今天2个人来，我们节目的诉求是啥？女生想改变什么，或者说有什么希望？我觉得他现在这么想，我就是接受不了了。那你说，你要是想找一个事儿少的，找一个那个工作稳定的，你找我干什么？你直接你就找一个那样的呀。说这话都。不是，他是问这话没毛病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所以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达到什么诉求呢？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能不能跟他在一块儿了。那男生有啥诉求？我没啥诉求，我就他叫我来的。他平常这话他脸小，他不好意思跟我说。那你听完他说了以后，你有啥感想吗？听完他说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我没站在他的角度考虑这个事儿，有的事确实是我做了。行，那就反正都是小事儿。咱们先问问这个同样是来求助的另外一组嘉宾王先生和杨女士。我感觉这个小伙子挺真诚的，姑娘应该珍惜吧，因为我和这个小伙子有点同病相怜。同病相怜了，你也是一肚子的委屈吗？我也是挺真诚的。那同病相怜是啥意思？就是他经常在朋友圈发那个好看的照片，你也是有这个担心是吗？形式不一样，形式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待会儿说啊，我们听听那个女士怎么说。我觉得男嘉宾真的对女孩挺好的，只是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有待需要进一步的去磨合。腾啊，我跟你说啊，你矛盾，你自我矛盾。你还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比如说啊，你跟女朋友说你别来了，东西我来搬，搬了3天，出力的是你，出完力以后抱怨的也是你，矛盾吧？你呢，希望他跟你妈妈好好相处，但是你让他，你甚至强迫他跟你的妈妈撒谎，你矛盾吗？矛盾。但是你说你们两个有什么根本矛盾吗？这人能骗你吗？小娇，你说他能骗你吗？这人憨到当着我们所有的人，我烦你怎么着？不缺一定的心眼，干不出这事儿来。我告诉你，你现在舍得分手吗？舍不得。那你刚才当着那么多人，我烦你了，你矛盾吗？你也知道，你找了一个外形上很好的女朋友，但是你又担心她外形这么好，很多人看她。你到底要不要他好看？你矛盾吗？矛盾。一个人如果方方面面自己都矛盾，我都找不到自己的答案，你让你的恋人怎么去找？你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让我怎么能合你心意？这就是我认为你矛盾。然后另外啊，我想跟你女朋友说，你也是，你要求一个懵懂的憨憨的大男孩去满足你的一些需求，难度有点高。你们两个一块打游戏，你打赢了我不开心；你敷衍我，让我特别轻易打赢了你，我觉得你对我不上心，对吧？实际上，你作为女朋友，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你的男朋友拿出专业水准来挣扎，挣扎之后特别认真的被你打倒，让你很有成就感，对吗？你回头看看他是这人吗？这浓眉大眼的干不出这么七巧玲珑的事儿，所以你让他去欣赏马桶上的派大星，不太可能。年轻的时候恋爱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通过这场恋爱能成熟一些，可能通过这场恋爱以后我们对别人能多包容一些。你们两个呀，我个人认为可以继续谈下去，但是你们两个最大的不合适是对人生的规划完全不同频。所以你们两个接着谈吧，但是谈下来可能不会太轻松。挺好的，俩人都挺好的，但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人生经验。男生啊，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男人啊在犯一个同样愚蠢的事儿，叫我爱上了一个不安全但我喜欢的人，我却要把他改造成一个安全但我不喜欢的人。真的，今天有一个姑娘老老实实朝九晚五去上班，自己灰头土脸也不打扮得那么好看，每天在家里面做饭当黄脸婆，你真喜欢不上。为什么我说你没有人生经验？像这样的姑娘，你想跟她长期的相处，不是靠你去给她管理，去给她规避朋友圈，这种事对她没用。你看她像是一个能被你管住的人吗？那绝不可能。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在人生的路上比她多走很多步，靠的是你可以远远的在远方引领她，靠的是你有足够的成熟。你现在你说你像个立功，我跟你讲，你就是靠你像个立功才让他喜欢的你，因为你发现这是你最质朴的表达出对他的喜欢，而他也恰好喜欢你这一点。而你未来真的比他成熟很多步，那些事情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你表现出来了，他会不会高看你一眼？你说啊，你吃的是青春饭，那么
什么不是青春饭？你能给他演示一下吗？你能给他看一看你对于自己人生规划是什么吗？这些东西才是他未来能高看一眼的东西。所以对于你来说其实很简单，与其你不断的吃他身边朋友圈的醋，还不如你不断的超越他的朋友圈。你朋友圈任何一个人在事业上在人身上都没有人比我厉害，那不完了吗？结束了吗？这是说你的事儿。姑娘，我现在都可以预料到你将来会有非常严重的年龄焦虑和颜值焦虑，因为你的生活是依托在别人对你的宠爱上的，而你所谓的宠爱是寄托在你的颜值上的。所以到30多岁，你的颜值焦虑和年龄焦虑会非常非常的严重。你的人生不能寄生在别人对你的爱上面，你能理解吗？你现在成为了一个寄生在爱上面的人了。我们得有长远的眼光，去看看未来，看看将来。你男朋友是想帮你想这个事儿，但他没有人生经验，他说不出我今天说的话，但他心里面是在想，说明什么？说明他确实是在思考一件和你们两个人未来相关的事儿。但是有一点，你在异性面前有魅力，能够让异性向你表白，我觉得这是 OK 的，没问题。但是表白但不给反馈才是你有问题。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我觉得各自有各自的问题。男生是过度的关注这个女孩子，太忽略自己了；女生恰好相反，过度的关注自己，忽略男朋友了。各自想一下吧。你看陆琪老师总是能这个一语点醒梦中人哈。真的，如果想要找陆琪老师帮你们指点一二的话，大家去关注一下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提你是爱宝的老粉，可以获得我们的新人手礼啊。我觉得很多的女孩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犯一个通病，就是总会把刚刚开始恋爱的那一部分男生对自己的好当做这个恋爱的全部，就觉得这个男生一定要像刚开始追我和刚开始跟我谈恋爱的这个样子一样，一直维持到娶我，维持到婚后，维持到有了孩子有了娃，就是一生一世都一定要是这个样子，不能变。你但凡一变，你就是不爱我了；你但凡一变，就是男生的错。但是我想跟所有的姑娘们说一句话，就是那些恋爱当中的美好和甜蜜，在初期的时候的那些，当做美好的回忆就行了，它怎么可能一直有啊？因为这个爱情，它这个新鲜度，它就是在这几个月的时候。接下来你们靠的是什么维系你们的感情？靠的是彼此两个人的灵魂。你们对于人生有共同的目标，对于你们未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你们对于生活有共同的规划，靠的是灵魂。所以如果你一直在生活当中要他给你的那些甜蜜来维持你们恋爱的新鲜感的话，那你们的恋爱是靠那些浮夸的仪式来维持下来的，真正没有内核的。你看，你说你买游戏机这件事儿，为什么好心办了坏事儿？因为你压根儿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那个时候提想要玩游戏，和他这个时候有没有那个体力去玩游戏，你只是用你觉得我会让他开心和感动的方法去对他好。但是真正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能说是真的站在他的出发点去考虑。另外有一点，现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分歧是，女生一直在说我，男生一直在说我们。就是男生你在用你的要求和标准，你经常说，我觉得你对你未来的规划是对我们未来的不负责。拜托，他只是对他自己的规划，他没有对你们未来的规划。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的人生方向是他自己的，跟你没关系。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恋爱，尤其在20多岁的恋爱的时候，一定是先有我，再有我们。只有我好了，我才有精力和能力和余力去考虑我们。如果我自己都没有未来的时候，我上哪儿去考虑我们？我没那个精力。所以两个人20岁的时候，先做好我，再去做我们的未来打算。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还听出了幸福感觉。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在他这个年龄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真实且美好，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唯一就是说将来人生的规划，怎么选择职业，就说这女生吃青春饭的事儿。如果你要是义无反顾的想去这么做，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你为自己的喜爱付出了青春，也是就是无怨无悔的。因为人生怎么选择都是有遗憾的，所以
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俩好好相处，在这个年龄就要好好的爱。我也觉得挺好，挺正常的。我老婆也是模特，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咱俩一个想法。哎，你也那个 P 那照片放在朋友圈了吗？那没有，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哎，对，那会儿确实是。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当时啊，那个我老婆她也会涉及到一些就是情侣的这种拍摄工作，我不开心，我不开心，我直接说。然后说完之后，她类似这种活儿，她就不接了，包括婚纱，她也不接了，因为婚纱照我一定要留给我最爱的人。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可以选择，这是我们的选择。同时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边界感。男生你过界了，虽然你们俩很亲密，是情侣，但是你怎么可以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呢？你不许周围有异性，然后你觉得他的工作现在没有意义啊，你觉得他没有前途，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议，但是决定权在人家。女生过界在哪儿？那个男闺蜜想必是非常了解你的状态的，为什么他敢跟你表白？你在和他的相处当中传递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你肯定是距离上没有注意，你的未来不能靠长相，甚至你的长相会成为你未来成长或者发展的障碍，因为你太依靠于他，所以你会忽视你其他内在的美的提升。好，就这么点建议啊，作为过来人啊。小腾啊，刚才说这个我和我们这事儿你听明白了吗？但是呢，我替你女朋友跟你说句话，你女朋友考虑过我们的事儿。你以为安排一个21岁的大男孩见自己的亲姐姐那么容易吗？那天晚上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你女朋友这儿开始了？然后你女朋友得到的是什么？她姐姐老神秘了，我跟你说，说话做事给自己留条后路。你女朋友想过我们的事儿，您没去，好吗？行，都先考虑考虑我啊，然后再想我们的事儿。来，坐那儿歇会儿，咱们换下一组嘉宾。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王先生53岁，来自河北，保安队长；杨女士58岁，来自贵州，牙科医院销售。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对方有什么不理解你的地方？我都快60岁了，而我还在努力的工作。我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攒一笔养老金，而他总是想让我当家庭主妇，他养我。我有3套房，我想让他跟我一起享福，可他宁愿接受前夫的帮助，也不依靠我。对方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他特别的大男子主义，还霸道，还特别的小心眼，爱吃醋。我觉得他心里边根本就没看上我。我虽然脾气有点倔，但是也不至于让他这么嫌弃我吧。您二位这是恋爱了多长时间呢？我们是经过朋友介绍的，从认识到现在也就1年多。您二位都是离异？对，我离异7年多了。7年，先生也是离异，对吧？啊，朋友介绍，然后2个人觉得挺合适的，就走在一起了，是吗？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见了面呢，他就整天跟我发微信，整天问候我，关心我。哎呦，吃饭没有啊？你下班没有啊？就整天的关心我。这种微信联系、电话联系有3个多月了。后面呢，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人也比较老实本分嘛，他做菜也很好吃。后面呢，我就默认了这个关系。您在短片里面说希望自食其力攒养老金，但是他让您就是啥都别干了，回家，对吧？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年58岁了，但是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一直在做2份工作。你退休了是吧？我退休了，啊，退休之后还做2份工。对，我55岁退的休，完了退休以后呢，仍然在做2个工作。主业呢就是做那个口腔的销售工作，副业呢我之前是做保险工作的。认识他以后呢，他就说：“哎呦，你这个年龄了，那么辛苦的去做工作，少干一份工作吧。”我当时就考虑到他的感受嘛，我觉得他也是为我好，我呢就把保险工作就退掉了。现在呢就主要就是做那个口腔的销售工作。因为我自己觉得哈，就是说工作起来能够让我的心态比较年轻，生活呢很丰富，并且做完工作以后呢有一种成就感。
就是我觉得我能帮助上别人，哎，我就心里面挺高兴的。价值的体现，对，有人生价值的体现，并且我做的业绩也还不错，也拿过我们单位的冠军。拿了冠军以后呢，我们单位还奖励我们出国旅游，一出去就是4、5天。他就说你走就走那么多天，你看你哪儿照顾到我的感受了？因为那会儿我们刚刚认识不久嘛，工作呢确实比较忙。有一次我一个那个女客户嘛，她老公出差了，她女儿呢也不在身边。我知道这个消息呢，我就第一时间呢就去照顾我的女客户，就是陪床、办住院手续啊，甚至于签字都是我签的。这样呢，他知道以后，他都说你跟我的时间那么少，你怎么就去照顾你的朋友圈？你整天就想你的工作去了。我全一个人待着，他就觉得我陪的时间太少。您其实抱怨的就是觉得女士陪您的时间太少了，对不对？照顾病人，你上班时间照顾病人也行啊，但是你下班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也搭进去了。都跟你说过了，那是住院呢，人家住院老公不在身边。不，他压根儿跟您探讨的不是这个事儿，他探讨的是您不陪他。他总是想让我，你这个口腔工作你也别干了，你就在家里面待着吧。我有3套房，我养着你，你什么都别干。而我呢是发自内心的不想过早的去跳什么广场舞啊，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就俩人现在对于未来老年生活的憧憬的方向不同。大姐，你那么忙，做那么多工作，你应该很有钱吧？说到这个钱的事情啊，为什么现在我还在努力的工作？是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呢，我一个很好的闺蜜反复的跟我借钱，因为我很相信她，所以说我把我的钱将近300万就全部借出去了。哦。借出去以后呢，就血本无归，所以我现在我就想靠自己呢，再继续的工作。对他来说，工作可能会给他精神上一种支撑，对吧？所以他现在实质上已经没有养老金了，所以你很焦虑，对吧？对于未来，对，我很担心未来的养老。他一再的表示，但是我总觉得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刚才短片里面这个男士还说到一点，说什么收前夫的钱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啊！这是什么情况？我离婚7年多了，在原来我和我前夫的那个婚姻程序期间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碰到被骗的事情，手上还是有些钱的，所以我对我前妻生意上的呢也有些帮助，大概算起来也有超过10位数的帮助。我们离婚以后呢，联系很少很少。他知道我这个事情完了过后呢，他就给了我一个7万块钱。当时呢，我也没有多想，我就收下了，因为我也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他了，因为我是把他当成可信赖的朋友嘛，就告诉他了。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收这个钱？为什么不咱俩共同解决这个困难呢？”我们没什么困难，只是他是给我这个钱是他自愿的、自发的，我没有跟他要，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生意赚钱没赚钱。这不就是一种我觉得我收下这个7万块钱，我觉得在情义上面，我觉得是可以接收的，因为毕竟原来是夫妻关系嘛，毕竟原来我也帮过他的。您以前帮过前夫什么呀？他做生意需要资金的投入啊。在收前夫这个钱的这个时间点是已经跟他谈恋爱了，我们认识了，对。已经认识了，所以他心里会有醋意嘛？对，他就心里面他就跟我说，他是不是经常爱吃醋？他简直就是一个醋坛子，不是经常爱吃醋。我们小区门口有一个那个生鲜超市，我去买水果呢，那个老板是个男的哈，哎，他就给我打折扣，因为我一听他说话的口音呢，就是南方人，因为我是南方的，哎，就说了几句，我说你是哪人？他说哟，贵州的，哎，我说我也贵州的，这不就是老乡见老乡的，就多说了几句话，老板呢就给我打个折扣。我呢就为什么不给我打折？我就回去很高兴的就告诉他，哎呦，我说今天买的什么榴莲啊，买的什么山竹啊，哎，比较便宜，打了个折扣。改天他也去买了，人家肯定就没给他打折扣。完了过后呢，他就去找这个老板呢，就去利润。我说你犯得着吗？跟人家利润什么呀？我跟他说过，我又没有他微信，我又没有他电话，我们什么多的联系都没有，不就买个水果打了个折吗？又给你打折扣，这里边他就有事儿。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我不是一直在工作吗？我们单位偶尔就要去做一个团建，去练歌房练歌，单位人很多嘛，都去玩嘛。我呢也比较喜欢唱歌，
我一高兴了呢，他就在那个手机里面就录了一个视频，就和别人对唱。他一看到他就说是这个男的是谁？我说那还有女的对唱呢，你根本就看到别人男的了。我说这是我们单位去做团建搞的活动啊。他那你怎么不带我去？我说人家单位团建不让带朋友去，还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我说你去不合适，他就不高兴了。他就认为我跟别人唱歌，就跟别人唱歌，好像是我有跟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的。练武术啊，照样锻炼身体。那是你的爱好啊，那不是我喜欢的呀。他喜欢练武，喜欢练八段锦什么的。我现在唯一的爱好，我就是唱唱歌。在生活上，这个两个人过日子能过到一起去吗？说到这个呀，他有房子，他有3套房子。我是为了方便上下班嘛，我就在我们离单位不远的地方呢，就租了一个小房子。租完以后呢，他自己的房子不住吧？哎，他在我住的那个房子的1层，他又住了一个房子。当时我说你干嘛看门？这是保安队长能干的事儿，这应该是保安队长能干的事儿。保护你，楼下这是交通要冲啊，谁都别从我门口过。我的天哪！我的本意也是照顾对方，并没有限制他的任何自由。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下班比较晚，完了回去以后呢，有些时候可能在微信里面、电话里面还跟我的客户保持一些联系沟通。但是呢，他呢做饭挺好吃的，什么宫保鸡丁啦，什么那个鱼香肉丝啊，反正我不能做的菜，哎，他都会做。我们肯定晚饭有些时候还是在一块儿吃饭嘛。他就是聊天，哎呀，我今后我做饭，你看我比你会做嘛，你呢，你就去收拾卫生，打扫卫生啊，收拾厨房啊这些什么的。我离婚那么多年，我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呢，习惯于就是定时的去请小时工来做卫生。回到家很累了，我就不愿意再去那么操心的去做卫生了。我呢就想他的分工给我去做卫生，那行啊，我定时定点的请一个小时工，花个100多块钱，术业有专攻，收拾的卫生肯定比我收拾的好，他就不高兴了。我们就是个普通的家庭环境，做卫生的标准又没有那么硬性的标准，就是随便打扫打扫，就跟平常喝口白开水似的。你说这部分钱不管多少是不多，但是有必要花吗？这部分钱，他觉得有必要。我觉得，因为回到家他的生活标准让我做卫生，他的生活标准和条件不一样，先生，他觉得有必要。我就纳闷儿，一个女人做这么点事儿就这么难？不，等会儿，老王，我又没有花他的钱，没花您的钱吧？没有。哦，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浪费。你认为他的生活需要你认为吗？还有一点就是他300万被人骗了，他现在没有养老金，然后他的前夫给了他7万块钱的算是赠与，对吧？接济他，让他有一个，毕竟夫妻一场嘛。你心里很不舒服，你是想怎么着？你是想让他退回去，然后你来补这7万块钱，让他那没问题啊。我都给他说了，咱不行提前结婚，结婚之前我把房子的名字都过户给他。你有孩子吧？孩子同意你把房子给他吗？说到这个，我来补充2句哈。他有一个儿子，24岁了。在我们2个认识的时候呢，他儿子也见过面，不同意我和他爸相处。他儿子为啥不同意？他为啥不同意？我没有太多的交流，但他当时儿子说过几句话，我记忆犹新。我也管不了他。他说啥了？因为我比他大5岁嘛。他说什么老刘想吃嫩草，什么你看到我爸什么了？我呢就特别的希望他呢在我和他儿子的关系之间呢起一个调和作用。因为我第一次婚姻结婚比较晚，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懂得怎么样去教育引导一个24岁的男孩，我不懂。但是呢，我内心深处呢是特别的希望呢，他儿子呢今后能把我当成他家里面的人，把我现在称呼我叫杨姨，今后能改叫杨妈。我特别希望他呢从中去调和我和他儿子的关系。可是他不但没有调和，他反而火上浇油。他怎么火上浇油了？他儿子呢本身就在单位上班，但是呢一直就想创业，想让他爸呢给5万块钱启动资金呢去开奶茶店。他爸呢就想着万一开了钱打水漂了怎么办呢，就不愿意给，也不愿意他儿子去开这个奶茶店。逼急的情况下呢，他顺口就说了一句，说是我没有钱，我的钱都跟你那个杨姨管着的呢，你要你去跟他要去。当时的情景也非常紧张。天哪！
那种情景，我和儿子的情景非常紧张。那时候也是话赶话，我脱口而出，没有经过大脑。后面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把这种关系呢缓和一下，解决一下。就在前不久的时候呢，他儿子呢把女朋友跟他爸说带回来见个面。哎，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我一听，哎，机会来了。所以说呢，我就提前呢就准备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我就想，哎，见面的时候就给了他们嘛哈。当时给的时候呢，那个为了的儿媳妇呢就把钱包就收下来了，还说哟谢谢杨姨。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第二天呢，他儿子非要把这1000块钱的红包还给我。我就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哈，我就感觉到他儿子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他爸的女朋友，也没有把我想成是未来的一家人。这事儿你跟他说过吗？他知道啊。然后你做了什么，老王？我就跟儿子交流了交流，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实际情况，从小我就宠着他，现在我也管不了他。不是管不了，你说句实话，你儿子怎么跟你说的？甭管这话多难听，你说出来。他就说，我的事儿你别管，我把钱退回去了，就退回去了。你们俩是你们俩的事儿，我这意思就是你别管儿子了，咱俩好就行了。说白了，其实就是就是他儿子是不接受您的。就是如果说您一定说要这个让他儿子接受您，这事儿有点遥远，也挺难的。儿子对于杨姨的这种态度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因为那个钱的事儿有的？一开始就有，一开始他就反对你在谈恋爱，是吗？然后您在火上加了把油。对，我没那个本意。这个二位今天来的诉求是啥呢？我现在心里面也有一些犹豫和纠结，我不知道我跟他往下会怎么样，我心里面就是您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下去了，对吗？对，我心里面开始打鼓了，纠结。对，来，王先生，您的诉求是什么？他主动让我来的。我也想在这个机会说一说。我以前对他所做的一些事儿、一些话，都是真心实意的为他好。您是有打算要跟他结婚的是吗？是的，我刚才都说了，结婚之前把房子过户给你都行。但是我现在觉得他心里边根本就看不上我，他宁愿接受前夫的帮助，也不依靠我。我的天哪，又绕回来了。来吧，事儿就这么多事儿，然后问题就摆在这儿啊。我们先来问问两位年轻的小朋友吧，你们怎么建议？我觉得叔叔的儿子应该尊重阿姨，叔叔家里边人的关系应该是他自己缓和，而不是全都靠阿姨自己一个人来。我觉得叔叔没啥毛病，叔叔可能只是他不太会表达，但是他打心眼里还是很爱这个阿姨的啊。行，接下来咱们听听老师的建议吧。您所有的行为好像不是爱，您所有的行为都是占有、干涉。以杨大姐她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王大哥，你告诉我她为什么要信任你？她被她多年信任的闺蜜背叛过，也是感情啊。她在感情上是吃过大亏的，那个闺蜜从她这儿卷走了300多万。您跟王大姐之间多长时间？1年，对吗？1年，她凭什么信任你？您那3套房天天挂嘴上，好了不起哎，所以她就得嫁给你吗？我只不过是想让她尽早的享清福。我多年闺蜜把我都骗了，我跟你就能享清福？咱刚认识1年内，你还想做她钱的主？我自己挣的钱，我就想花1个小时100块，请一个家政的老师帮我打扫一下房间。他连100块钱的主都想做你的主，你去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会不会很累？而且啊，王大哥，我告诉您，跟人家前夫相比，人家前夫做的比您聪明多了。人家前夫是帮忙，但是不霸道。人把那7万块钱给了之后，人家连面都不再露了，只帮忙不霸道。您呢，是口头上我特别想帮忙，但是您给人添了多少乱。就这样的人呢，要是在一起处个朋友还行，吃个宫保鸡丁啊什么的，这都可以。但是
要是长期相处的话，您去想您有多累？咱们什么年纪了呀？我觉得两个人的格局和灵魂的层级相差太远。哎，杨女士啊，说到点上。说句实在话，我知道你现在怎么想的，挣了一辈子钱，钱没了，孩子也没有，你觉得算是人生的至暗时刻，啥也没有。但我说句实在话，不至于。你看你现在这些状态，你现在还有工作能力，你还2份工能打下来，不少挣。你的生活是可以慢慢的变好变好转，这个时候你恰好是应该去找什么灵魂伴，在审美上面和灵魂上面能和你契合的，而不是通过一点点诱饵想要牢牢抓住你，把你给吊着的。杨女士，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多去帮助一下现在需要帮助的那些孩子。你没有孩子，但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未来都可以成为你的孩子。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其实你的心情和心态不需要去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庭，有更大的世界值得你去，你的状态很好，千万不要再陷进去了。下一次要去找，一定得是非常合适，自己是觉得是真的是2个人不在一起都不行了那种感觉，对吧？灵魂的交流一定是特别开心的，而不是这种。因为我可以跟你打保票，以你现在这个状态下去，你这一辈子接下来的晚年是不会为物质头疼的。对，所以啊，我建议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灵魂伴侣。至于王先生，相信你对于杨女士的感情是真挚的，但说句实在话，你的小心眼，你对于生活的态度，让你现在的整个行为变了形。你现在真的很像是一只饕餮，想把自己身边所有东西都给吞下去，一口一口全给它吃掉，吃的连渣都不剩。追求人，我们尽量的表达出对他的好，而不是不断的要表示出我要吃了这天，吃了这地，吃了所有这一切。然后啊，你孩子他对你之间是有怨恨的，孩子对你的怨恨，你转嫁到一个不相干的人身上，这又算是怎么回事？想想自己吧，好吧。谢谢陆琪老师，解决问题还得看咱们陆琪老师。如果你们想要找陆琪老师帮忙解决问题或者指点一二的话，大家去搜索一下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找到陆琪老师啊。然后大家可以报上你是爱宝的老粉，就会获得新人礼的啊。我是觉得这个王先生在我看来，他一点都不像53岁的人，他把自己活成了73、83。杨女士比王先生要大5岁，一点不像。这怎么看着王先生比杨女士大个5岁、10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年龄和状态上的差别，就是陆琪老师刚才说那个说的太对，你们的层级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这个男人他说做家务就是女人天经地义的事儿，我可以做吗？我可以做，我心情好的时候我会去做，但是我不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是可以找个小时工过来帮我的忙。她是一个这样态度生活的女人，那么跟你是绝对生活不到一起去的。这还没在一起过日子呢，还是楼上楼下的关系呢，就已经因为这一件小事产生了这么大的分歧，也通过这一件小事看出了这个男人对于女人的要求。他对您的要求就是未来您什么都不要干，回到家专心全职伺候他。对，他喜欢您是真喜欢，但是他要改造您，因为他觉得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出格的。所以如果看清了这份真相的话，就赶紧跑。对于您没有子女的这个殷切的期盼，我给您一个中肯的建议，无论您以后再找任何的伴侣，千万不要抱着这样一个期待，就是对方的孩子把您当妈，这是不可能的，您一定会失望。我觉得这份失望是没必要的，是因为您没有生他，没有养他，没有办法让一个已经成年的人把您当成自己的妈妈。只要做到尊重，这就是最大的孝心。我觉得杨毅的状态真的很好。我相信就在您这个年龄阶段，会有很多优秀的男士会喜欢您的。我觉得这位男士从一上来到现在一直叉着腰，要不是这样，要不是这样，一直是给人传达一种特别霸道的状态。而且我觉得您就是连100块钱的主都要去做人家的
主，然后去打压别人，然后约束别人，打着爱的名义。还有就是你这个大男子主义吧，都是口头上的，一丁点儿的对于他的保护，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干货，一点儿也没拿出来。哪怕你拿出来，他不要也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但是我觉得他前夫做到了，而且在你儿子和杨怡中间，这个坑是你挖的，但是你并没有把它填平，并没有去保护杨怡。就是一张嘴和那个气势汹汹的状态，然后去欺负别人，我觉得算了吧，杨怡。其实一个细节，就这7万，就能看出来谁是真情，谁是假意。前夫念及旧情，然后无条件的给了7万块钱。此时老王是显示出了他那点钱算什么？我这房子至少价值70万，给你写你名儿，但是。你得跟我结婚，你得跟我结婚。结婚之后干什么呢？哎，你得给我洗衣做饭，你不能去唱歌去了，对吧？有条件，老王，其实你是爱这个女人的，只是你习惯于用一种霸道的爱。霸道的爱是不去问对方需要什么的，是不去管对方感受的。这就是爱你，所以怎么样你就得听，你就得接受，无条件的接受，就如同你的儿子跟你关系不好。父子之爱你是失败的，想必你一定是在给予对方的时候，你也是有条件的，让对方不适。同样啊，你不管大姐是怎么样的想法，你在剥夺她独立的资格。你不要去做工作了，跟着我，我养着你，我3套房，你这是爱吗？根本就不去理解，也不想去懂她。这种爱，你只是在感动你自己。曲老师，对不起啊，我不同意这是爱。不是所有的想占有都代表爱。是的，我想占有你，不代表这是我一定爱你。如果我爱一个人，我绝不会亲手逼他剪除自己的光芒。杨大姐现在的光芒是什么？她是销冠。她曾经的光芒是什么？她有事业，她有2份工作，她自强不息。我不会要求的，你必须不工作了，你把你所有的光芒退掉。来我这3个房子里吧，你觉得这叫爱吗？我相信他想得到你，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他爱你，所以对不起啊，曲总，我刚才打断您了。没有，我说的是这样，他认为的爱，他行使爱，对，那是霸道的爱，就是他觉得这是爱，但其实他不是。行，来吧，接下来怎么办？就您2位其实还真应该好好想一想，老师们的意见都非常非常的中肯，尤其是对杨怡说，您真的好好想一想。就是别到了这个年纪了，给自己又憋出一身的病，每天还不开心，不值当的。所以2组嘉宾都是一样的，我们回到转门后去做个决定，待会儿准备要继续在一起的话，就牵手出来，如果有其他的想法，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出来。好，感谢你们，请回到转门后。来，咱们第1组嘉宾，你们是怎么看的？各位老师，出来还能继续哈？出来。雷老师也觉得出来。那他们2个人是否会继续牵手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开门之前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通过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一起来揭晓结果。3、2、1，请开门。走了走了。哎，这个没想到。我估计女孩不同意了，有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类似的霸道。原来一个女孩如果一个男朋友比较霸道，干涉比较多的话，天哪，一直会这么累吗？然后有可能动摇了。也有可能他没问题，就不想应付你们就走了。人20多岁，我就不想再跟你们说话了。行，不管怎么样，总之希望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对待自己的爱情哈，祝他们一切都好吧。来，接下来我们第2组，王先生和杨女士。就别出来了吧。这个真的对杨怡，我觉得还是自己有自己的精彩，挺好的啊。不管怎么样，咱们期待他们的结果吧。我们的节目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记住，我们不收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我们一起看一看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3、2、1，请开门。没有的。好的，此处可以有掌声。
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感谢大家的收看，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